未来3到5年，中国经济会怎么走？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投资才不会掉队？其实就在前几天呀，我发了一期讲智障的视频，没想到评论区里呢，很多朋友们问我，未来3到5年经济的形势你怎么看？这说明啊，现在的观众不仅在关心当前的钱要不要花，股票要不要买，而是对中国未来3、5年的方向感产生了高度的焦虑和不确定。我特别理解这种情绪。毕竟呀，我们经历了3年的疫情，经历了楼市下行、物价的负增长、失业的压力，每个人都被时代的巨浪拍过。很多人在心里问：接下来到底会变得更糟，还是开始好了？如果我现在躺平，会不会错过了复苏的第一班车？如果从宏观的趋势看，我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呢，至少有4个关键词。第一个就是通缩，需求不足啊，才是最根本的压力。无论是 CPI、PPI 还是居民的消费意愿，我们都已经连续几个季度处在了通缩的区间。那换句话说，不是物价在变贵，而是没人愿意花钱了。通缩一旦持续，企业的利润会压缩，员工的工资难以上涨，债务负担会上升，整个社会呢会进入越保守越安全的状态。那么消费投资全部会收缩，而过去的18个月，这是中国最真实的经济情绪。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去地产。长期红利时代结束了，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房地产不再是过去那种买哪儿哪儿涨，全靠加杠杆的财富通道。房住不炒是真的，不是口号。未来的3到5年，不仅是房价结构性的分化，更是整个社会对资产配置逻辑的一个转型期。第三个关键词啊是出口承压。世界变了，中国要再找定位。2023年以来啊，中国出口面临着挑战，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大。欧美加息周期还没有结束，地缘政治冲突频发，制造业链条在重构。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虽然还是很强，但是利润空间和议价能力都在变。未来的制造业强国要的是效率、技术和品牌，而不是单纯的拼低价、拼产能。第四个关键词，科技突破，这是我们中国经济的亮点。我们不能只看负面，中国也确实在 AI、新能源、大模型、生物制造等领域跑出了不少新的增长动能，新一轮的产业浪潮正在酝酿。只是说这些产业呢，还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就业和居民的收入。换句话说，新的增长引擎已经点火了，但是车还没跑起来。等真正拉动车轮的，会是产业化、市场化和普惠化。那具体到个人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老百姓应该怎么活呢？我总结呀，4个字：稳中求进。第一点呢，不要梭哈。现在呀，不是你盲目 all in 的时机。哪怕你觉得股市见底了，房价便宜了，黄金很香，都不能一口气全冲进去。控制仓位，分批布局，保留现金流是重要的原则。第二，避开泡沫。任何听起来像暴富捷径的资产啊，现在都要远离，包括啊，但不限于什么虚拟币呀、伪科技呀、泡沫概念股啊，他们在经济情绪还没有回暖的时候，很容易是第一波倒下的。第三点，做加法也做减法。未来的3、5年呀，别只是节流，更重要的是开源。比如说，你能不能用 AI 提升你的工作效率？你能不能开始尝试搞一下自己的副业？减法呢？能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做一些减法，精简生活的结构，腾出时间提升自己？大多数人的焦虑啊，是因为自己没得选。那你只有让自己变得有选项，未来才不容易被抛下。除了我们讲的通缩政策、产业结构，还有不少朋友提到过一张康波周期图，说呢，2023年呀是经济最悲观的底部，2026年呀是牛市的顶峰。康波周期图其实呢，全名叫做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，也叫做康波周期，大致呢40到60年一个轮回。那康波周期强调的就是技术
创新加上信用扩张会带来超级繁荣和衰退的循环。那关于这一轮康波周期，我们的判断呢是2020年到2023年。你看啊，是发生了什么？疫情加上地产见顶，整个社会全面的下行。那2023年到2026年会发生什么？2023到2026年，我们会发现 AI 加制造业加政策驱动的复苏。2026年以后会发生什么？有可能经济就触顶了，开始出现新的分化与风险。这个视角呢，虽然说预测未来3到5年的经济大周期的走势，但是并不可能具体到哪个月是底部，哪个月是顶部。可是呢，对于我们个人非常有启发。如果你相信2023年已经是大周期的最低点，那么现在呢，肯定就是从防守向进攻过渡的一个时点，而这正是需要开始布局优质的股票资产、长期的权益工具的时候。未来的3、5年呀，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复苏，而是旧模式的消亡加上新模式的生长的交汇期。你会看到有人在哭，有人在卷，有人在躺平，有人在向前冲。但是决定你命运的不光是周期，还有你在周期里的应对。不跟风炒作，不恐慌卖出，不停止个人的成长。我们要学会在周期的底部稳稳的站好、站住，然后往上走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用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怎么看待未来3、5年中国经济的走势。你现在的资产配置是防守型的还是进攻型的呢？我是素，我们下期见。